自己的挖机停在家里面，而别人的挖机沙发武术在你家门口干活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对于我陈师傅来说，最痛苦的事情莫过如此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新挖机。8个月前啊，我家的门口突然来了一台大挖机，他把这个马路全部打碎之后啊，我就跟包工头说好了，这个水泥块交给我来装。可没想到第2天竟然是别人的挖机在这里装。然后啊，我就又跟包工头打了一个招呼，叫他留一半给我。如果自己家门口的事情都没有做到，那会被邻居和同行嘲笑的。当时呢，包工头又答应了我，他们就只挖了一半，剩下的那一半呢就留给我。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今天一大早啊，我还躺在床上睡觉嘞，结果又被挖机声音吵醒了。我急急忙忙打开门一看呀，又是那台挖机在那里装车。哎呀，自己的挖机停在家里，这已经是第3次家门口的活被别人做了。大家知道这3次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陈师傅在自己家门口当了3次吃瓜群众，而且还是听着邻居讲自己的瓜。大家可想而知，现在陈师傅在村里面基本上已经是没有面子了。就家门口的这一点点活，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说给我做，结果每次都没有叫我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要说技术嘛，我开了16年挖机，技术呢肯定不会比他差。要说挖机呢，我的挖机又是一台新挖机，挖机也比这台好。后来我想了又想啊，应该是没有给这个包工头送礼。然后我就立马回家，在抽屉里面拿了2包烟，嘿嘿，只要他叫我挖机做事，等一下我再去请他吃个饭也行。当我把这2包烟拿给包工头的时候，包工头他就是不接我的。然后我又跟他说等一下再去请他吃个饭，结果他也不去吃。他就跟我说啊，这台挖机跟着他干了好多年了，也不好赶别人走。包工头说要我把格局打开，就这一点点事让那台挖机做了算了。其实事情呢多也确实不多，主要是在自己家门口面子上过不去。上次呢也是1个小时，这次呢差不多也是1个小时。哎呀，现在呢说什么也没用了，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自己家门口的路修好了，不管是谁做，这也是一件好事，自己出行呢也方便一点。别人自己花钱修路都要修，而我这个呢，路都给我修到了家门口。想到这里啊，我的心情一下就开朗很多了。挖机停在家里面玩就玩嘛，反正下雨大家都在家里面玩，我就把摄像机挂在2楼的阳台上睡觉去了。可没想到呢，我才刚躺到床上，就听到了一声巨响。原来是有个面包车啊，在这里转弯的时候没注意，前轮掉进去了。无论他往前面开或许后面开都开不出来，因为他把路都堵住了，一下子前面和后面都堵了很多车。刚才我发现这个车子啊，它是个后驱车，而前面这个轮子呢刚好卡在这里，方向都转不动。我就突然给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我要他把几个石头放在轮子下面，然后往后面推一点，再塞一个抓头到前面，就这样车子一下就开出来了。刚好这个修马路的工人来了，他就拿了一块指示牌还有几个锥桶放在这里，防止那些车子不注意又开进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雨过天晴了，刚才下雨，坑里面积了很多水，来了3个工人，他们把坑里面的水舀干净了，然后就开始浇混凝土。现在搞工程啊，这个效率真的是快，要挖机可以随时到，要混凝土呢，混凝土立马就可以来。上午这条路还是烂的，中午就修好了。在这几个师傅的共同努力下，不一会儿这条路就被他们修得漂漂亮亮的。因为这个天气飘忽不定，为了防止下雨，就把这个混凝土全部用塑料膜盖住了，四周呢再放上锥桶，防止车子开进去。因为我们这附近邻居家里面养了几条狗，所以他们就留了一个人在这里，防止狗走进去把混凝土踩坏了。陈师傅家门口这条路呢就这样修好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你敢相信一条这样的挡土墙又被我包亏了？4个人加一台挖机，5天时间砌了54方石头。大家给我看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，今天这个东家房子前面需要建一个挡土墙，他说怕我磨洋工，所以要把这个挡土墙包给我。自从上次包挡土墙我吃了亏，本来呢我是再也不包挡土墙了的，但是这个东家说只要我帮他把这个挡土墙砌好，他说他前平还要打混凝土，让我挖机给他搅拌混凝土。我想了想，可以在这里做2件事，就算这个挡土墙没有挣到，一个这么大的平要打混凝土，还可以到这里挣一点，所以我就答应了他，跟老板谈好的价是150一方，石头、水泥、沙子老板自己出，我只包挖机和人工帮他砌好。
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就帮老板把这个挡土墙地基挖出来了。不愧是村里出了名的技术好，你们看我挖得多直，东家是非常满意。这些刚才在挡土墙地基里挖出来的土要全部装出去才行，因为我们要把砌挡土墙用的石头和沙子都要放到这里来，只有把材料放到最近的地方，效率才会越快。土全部装出去之后，就用挖机链条把这个瓶反复的压紧。现在水泥和沙子已经拉回来了，还有石头没有回来，今天就干脆收工不做了。东家留我在他家里面吃了饭，有了上次包挡土墙失败的经验，这一次砌挡土墙的师傅我就没有让东家叫，这4个师傅都是我家附近的邻居。我本以为只有54方的挡土墙，让我弟弟和这4个师傅最多3天就可以把它盖完，可没想到4天过去了，这个挡土墙还没有砌好。今天我就要特意过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，一台挖机加4个工人，一天差不多就砌了10方。我在这里看着他们做了8个小时，终于发现了3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4个工人全部都在磨洋工，你们看挖机在那里干活，他们就全部在旁边看着挖机，我也真的是无语了。我沙北一天就是请他们来看挖机的。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所有石头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掉下去的，石头掉在半空中这么久都没有人来扶，我都在这里看了这么久了，这才是第1个石头。明明可以用挖机直接把石头挖到墙上，然后拿根撬棍把石头撬一下就行了，但是他们却偏偏一个一个给我这样掉，我真的是气得不行了。你们看上面2个人又是在那里挖，石头又是掉在半空中，这样效率从哪里来？一个石头用挖机放在那里的，2个人塞都塞了这么久，第1个石头从挖机掉到放好就花了10多分钟，这是第2个石头，你们看又要多久？塞了1个石头又塞第2个，然后还要拿撬棍撬一下，旁边这个大哥呢也不帮一下忙，这个大爷呢1个人撬又撬不动，这4个人就完全没有分工明确，各做各的。第3个问题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石头啊根本就没几个有面的，长得都是一些椭圆形鸡蛋一样的，要面没有面，放又放不稳，塞几个大石头都塞不稳。大家看这个石头下面要塞几个大石头，我说大爷你后面就不能够填点土吗？后面都有这么深了，你这个石头怎么放得稳？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大爷这个操作，反正这个操作我是没有看懂。你们看这个地上掉下来了多少石头，大爷在那里砌了3个石头又跑到这边来了，东搞一下西搞一下，这里也没有做好，那里也没有做好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算了，今天不搞了，明天让我亲自来看他们怎么磨。这最后一天我来就首先把石头全部挖到墙纸上面，要是再拿铁链一个一个吊的话，估计今天还是搞不完。这个水泥砂浆呢，我就用挖机给它搅拌，一次就多和一点，和好的水泥砂浆直接就用挖机一斗一斗的把它挖到石墙上面，那边2个人就给他们石头放满了，这边2个人就给他们水泥砂浆放满了，这下我看你们怎么偷懒。在我这个步步紧逼的效率下，不到1天的时间，你们看这个挡土墙就砌好了。最后我跟东家算账的时候，总共56方150一方就是8100，工人是300一天，4个人每天就是1200，5天工资就去了6000，而我的挖机5天时间就挣了2100，平均下来一天就只有420，给我弟弟一天发300工资，还要烧300的油，每天倒亏180。哎，我再也不包挡土墙了。